北约自冷战之后最大军演开启。虽然在此次声明中，北约并没有点名俄罗斯，但北约最高战略文件早就将俄罗斯视为对北约成员国安全的最大、最直接威慑。下面就让火力军来讲一下这次北约军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综合报道，1月18日，在结束了为期2天的北约国家防长会议后，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卡沃利宣布，北约国家以及近期可能加入北约的瑞典，将从下周开始举行代号为“坚定捍卫者2024”的大型军演。这场军演的时间将持续到5月份，演习地域横跨大西洋两岸，一直延伸到与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沿岸。31个参演国家将出动9万大军、50多艘舰艇、80多架战机，以及至少1100多辆装甲车辆出战。消息一出，很快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关注。毕竟，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北约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从冷战结束至今，北约组织过的参演兵力超过1万人以上的演习屈指可数。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军演还是2018年的3叉戟接点活动，当时北约国家出动了5万大军参演。演习规模能够超过坚守捍卫者2024的，近几十年来也只有1988年举行的重铸演习。北约的演习活动并不少，每年不仅会举办年度军事演习，还会穿插各种不同军种、不同职能要求的军演和指挥部演练、兵器推演活动。算下来，北约每年大大小小的军演活动往往会超过200多次。北约的军演活动主要有像坚定捍卫者这样的年度军演活动，一般会由盟军作战司令部和盟军转型司令部策划和执行。这其中，作战司令部负责制定参演目标，并在演习结束后展开评估工作，而转型司令部则负责管理和执行演习活动。大型军事演习涉及多个盟国，人员和物资调动都需要提前准备，因此他们往往会在演习启动的18个月前就开始规划。也就是说，今年的坚定捍卫者军演很可能在2022年秋季就已经敲定了计划。另外，考虑到北约国家此前签署的维也纳文件规定，北约的军演活动需要对外界保持一定的军事透明度，超过9000人参加的军演活动需要提前向外界通报，而超过13000人的军演允许观察员国全程跟踪。因此，此次北约军演很可能还会吸引一批观察员国。对于此次演习的背景，北约宣称会模拟盟友遭到某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入侵。联想到近年来北约国家与俄罗斯的矛盾，再加上此次演习的地点中有很大一部分划在了与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贴近俄罗斯势力范围的波兰，外界普遍相信这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应该就是指俄罗斯。对此，路透社评论认为，这场军演存在履行2023年维尔纽斯峰会精神的意义。在那场峰会上，北约国家结束了以往北约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观念。冷战时，北约规模庞大的军演几乎都是为了对付苏联，而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北约最主要的对手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装组织，主打的是治安战和游击战。而现在，北约会改变态度，提高应对大规模战争和保障集体安全的能力。北约方面以及英国国防部宣称，会在此次演习中检查各国的战备水平，以便判断他们应对战争的能力。而从此次北约公布了作战舰艇和战机也会参演的信息来看，今年的坚守捍卫者演习必然会覆盖海陆空3个生态位的作战要求。因此，这次演习很有可能会包含防空战、制空作战、联合反潜、装甲作战等多种内容。北约方面还透露称，他们会在这次演习中加入网络作战和太空战的内容，这对于北约各国各军种之间的协作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因此，这次演习也会起到检验、加强北约军队协作能力的作用，这对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非常重要。毕竟，欧洲国家此前的防卫重担非常依赖美国，而美国近年来的战略重心在于亚太，而不是欧洲。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承担更多的防卫任务，将北约在欧洲29个成员国的军队凝聚在一起非常重要，但也并不容易。此外，北约部署在东欧地区的快速反应部队也会参加演习。
毕竟他们本身就是北约在面对俄军时最先投入战斗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是此次军演中出兵最多的国家之一。英国防长格兰特·沙普斯宣称，英国将派出2万人参加军演，这其中陆军的数量高达 1.6 万人。英国海军也将出动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以及它护航的45型驱逐舰、机敏级核潜艇，而英国空军则会派遣 P-8 反潜机和 F-35 战斗机参加演练。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常见，毕竟以往英军在海外参演往往只会出动数千人左右的兵力，甚至有时候兵力只有几百个人。而在此次军演中，英国一口气出动2万大军，还把航母、核潜艇和最先进的战机一起派出去，很明显是掏出了血本。从英国的阵仗来看，他们非常重视这次演习，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演习彰显英国在北约国家重要的地位，让外界意识到英国的军力不可小看。至于为什么要掏出血本参演，沙普斯防长说得很明白。他说，今天我们的对手正忙于重建壁垒，老敌人复活了，世界秩序的基础正在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站在了十字路口前。沙普斯这里提到的老敌人，很明显是在暗示莫斯科方面。英国虽然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但一直在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在东欧国家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英国在冷战期间是美国在欧洲重要的盟友，扮演着美国欧洲轴线的中转站角色。如今，在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对抗形势加剧、俄乌大战的情况下，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对乌军援的主力之一，也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几个欧洲国家之一。英国既不会放松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更不会坐视俄罗斯改变欧洲的地缘格局。无独有偶，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最高指挥官卡沃利也在军演启动前宣称，军演将展示北约如何向与俄罗斯接壤国家和北约东部盟友提供援助。言下之意非常清楚，北约就是要在这场演习中威慑俄罗斯，向俄罗斯秀肌肉，让俄罗斯不敢再挑战欧洲的国际秩序。对于北约的军演活动，俄罗斯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用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活动与北约针锋相对。俄罗斯上次遇到北约的大型军演还是在2018年，当时面对北约出动的5万多人举行的3叉戟接点军演，俄罗斯很快就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出动30万大军，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东方2018演习。而如今，俄罗斯的大部分军事资源已经被牵制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俄罗斯很难再对北约军演做出有力的回应。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希罗布鲍尔上将在演习开启前的演讲中，用大量的篇幅谈论了俄乌大战。他提到了乌克兰2年来的战斗成果，并认为乌军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他还表示，2023年的世界可能过于乐观，但我们在2024年不要太过于悲观。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北约。这番话显然是在给乌克兰打气，表明北约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军的立场。俄罗斯虽然没有和北约直接发生对抗，但来自北约的战略压力将一直成为悬在俄国头顶上的利剑，让其顾此失彼。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关于北约军演，如果你有更多想法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